到3个响屁，我们不妨把这个话题再拉到这个更远一些，因为这个也是刚好开这个两岸话题，大家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想说花点时间把这讲了吧。这个是香港的一些声音，我觉得也带给老师或者也带给大家共同的来听一下啊。香港新闻社呢是刊登了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院长教授王建民、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陈科研的文章。题目就叫坚持合统，反对武统就是不统，太破题了啊！他说和平统一一直是大陆的优先政策，但和平统一的现实条件越来越不足，所以这篇文章就认为台湾社会支持统一的民意比较低。第二，民进党执政坚持反对统一，不接受9·2共识，因此没有政治协商基础。第三，即使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那文章的这些作者也认为不太可能推动统一谈判。第四，就讲到和平统一存在理论可能，但现行呢十分困难。台湾相关法律进一步限制了统一协商，比如19年台湾修改相关法律后，对两岸政治协商设置了严格限制，使和平统一协商更加困难了。不能放弃非和平手段，批评唯和平统一的观点。来，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坚持合统，反对武统，就是不统。我觉得，很简单嘛，标题就已经说的，就是标题上面讲的那个东西啊，其实就他把文章里面那句话，就是说我们需要避免的一种对和平统一的错误认知，叫做唯和平统一论。这种伪和平统一论，甚至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叫做伪和平统一论。什么叫做伪和平统一论？因为大陆方面讲和平统一的含义，我们是阐述过的。这个阐述过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是我们优先追寻的一种最理想化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大陆对于和平统一的阐述。那实事求是的讲，在这个阐述里面，和平统一和不放弃使用武力，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武统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赞同。就是我们追求和实现要去实现的目标是和平统一，但我们从不放弃使用武力。然后呢，有人就在中间玩了个偷换概念。什么偷换概念呢？他就把和平和武力直接对立起来，然后就讲说呢，如果你要和平统一，你就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去使用武力，然后就一点点的抽离，一点点的抽离，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就架空，然后形成了一套他们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我说实话，就我个人的理解吧，大体上也没有超越20世纪80、90年代所谓的两岸，就是台湾那边扔出来的两岸关系的未来是走所谓的联邦还是邦联的路线一样的啊。啊？不，记住一条，各位，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以即使有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我们坚持在单一制还是复合制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谓单一制国家的意思，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是联邦制国家下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更不是邦联的这种关系，对吧？然后呢，岛内那边呢，所谓的合统那边的人呢，其实一直走的就是邦联主义路线。就是邦联主义路线。这个邦联主义路线呢，就是要只是认为说我能够给你的就是一个名义上的极其松散的名称，除此以外你别管我，我照旧，甚至我因此要获得对外事务的主导权。那这个不管是邦联方案还是联邦方案，你就别谈了。
你就别谈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你回到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一个中国原则，大家好好谈是可以的。那这是一块。第二块是什么呢？第二块就是大家对于和平统一的认识和理解。什么叫和平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就是你有几种定义，就是和平统一就意味着在统一的所有进程中，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实现这种和平的统一。一个深造出来的用道德情感对大陆进行 PUA， 对大陆的政策选择进行绑架的伪命题，这种东西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是第一。第二，他这个话术和套路是什么呢？先设置一个完美的伪命题，然后在这个完美的伪命题前面就得到什么？我可以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无限期的太感谢拖延下去老师点破这一点了。这种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呢，这个岛内像丙中兄他们几个人跟我聊的时候都说过呢，这个话不太方便讲之前，当然我现在继续引用他们的原话，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偏安一隅的割据小朝廷心态，就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变成一个偏安一隅的。当时卢沙野大使曾经有过一个表述，对吧？这个表述一下子炸毛了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精准的点出了真实现状的内核。那第三，我之前曾经用一种玩笑和戏谑的口吻说过一句，最统一的最后一步一定是和平的，所以任何统一都是和平的统一。但事实上就是和平统一是有定义，是取决于定义的，它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然后那边沉醉于欧盟模式欧盟模式说白了是某些人先签订和平条约，然后终止内战状态，然后长期和平共存，时间长了处出感情来了，我心情好了搭理你一下了，搞一个欧盟，你是这意思不啦？就是先确保两边分裂开，然后再来，而且你还跟我套两德模式、两个朝鲜，对吧？来不啦？这些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讲得很清楚，两岸关系是我们的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的特殊的状态。它法理上的统一在1945年回归之后就已经解决了。它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把实际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越过历史上被分割的这样一种障碍，投射到岛内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是有官方权威叙述的，你去看正当时的，看湖畔看菊的，看海丰的，看大陆这边的白皮书。然后最能够相比拟的很简单嘛，都叫做讲傅作义的所谓北平模式嘛。那么北平模式很简单呀，北平模式的起点是什么？张家口新35军主力被歼灭，陈长捷天津29个小时被直接打穿，然后才有了战场和平交接呀。然后这影响说北平是和平交接吧？不影响。所以香港那边的声音就是把这种合同绝对化、抽象化、单一化，甚至是符号化，就是追求不同，就是实质性的追求事实上的永久分裂。我不说独立，我说分裂。这是不能被接受的。这种不能被接受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这本质上就是对大陆善意的践踏和无限制的消耗。那你既然是这样，没有任何诚意可言，那我们就先把话说清楚，事情慢慢做，大家都看得见的。台湾东部巡航执法常态化咯，在有台风的情况下，就隔了一天又过去咯。常态化巡航执法
很快台湾同胞就会发现，大陆这边共产党跟岛内的民进党和国民党最大的区别就是，共产党说话算话，说到做到，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做的时候是不打折扣的，说常态化就是常态化，说过去巡逻就过去巡逻，说过去执法就过去执法。你要好，你要无视，你要践踏和羞辱大陆对你的善意，你请便，你请便，你继续耗下去，这边越耗越少。如果说之前你还看不出来的话，你先看文章，你就很简单，你把正当时还有我讲的那老先生讲的那几段文章中间讲到的关于岛内的政治力量的那些描述，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1年2年之前你在网上发这些东西，我保证你的号就没了。我就想说你根本就发不出来，你根本就发不出来。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做两岸关系方向的那个老先生，就台湾问题研究会嘛，会长出来说不统不武不独是3个响屁。你不都是喜欢看政治方向的吗？这就是风向啊，这就是政治风向啊，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种微妙但准确的情绪传达，很不耐烦，够了吧？闹够了吧？就像什么？就像我家小孩子最近迷上了那个 Minecraft， 每天晚上叫他睡觉的时候，他最后5分钟，最后5分钟，给了他4个最后5分钟，还是最后5分钟。那这个时候，对吧？然后他就很自觉的把东西关掉就上去了。做人嘛，最关键的要有眼色，对吧？有眼力劲儿。你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就不打那馋的，不打那懒的，专打那不开眼的。不要无限制的蹬鼻子上脸。